大多数人通常以为人类之所以能形成文明，是因为我们更聪明、更强大，或者更会合作。但这些解释其实都站不住脚。真正的答案藏在一个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却几乎从不意识到的结构里。而接下来要谈的这几个问题，正是这个结构在不同层面上的显现。在这期视频里，我会用8个部分逐步展开刚刚各位看到的这4个问题。本期视频会比较长，但我还是非常建议各位完整观看，因为我会以一个层层递进的逻辑去捋出一条从人类大脑发育到物种未来的脉络。相信看完本期视频，你对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们自身会有一个全新的认知视角。首先，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在出生后大脑仍然需要继续高度发育的动物？当然，也有其他的动物有这样的特性，但是发育的速度和程度与人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在《现实的社会建构》这本书中，伯格和卢克曼给了我们一种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解释。人类之所以比其他动物早产，当然这里的早产不是医学概念上的，而是一个婴儿的大脑体积只有成年人的25%，而其他哺乳类动物胎儿和成年之后的大脑对比要比这个比例大得多。甚至人类需要到25岁大脑才能完全发育，这是因为与其他动物的大脑主要由基因程序驱动发育不同，人类大脑发育高度依赖语言、文化、互动和社会结构。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不是单靠生物进化的，而是需要在社会子宫中进行2次发育，才能完成整个大脑的发育过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婴儿需要在出生后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发育大脑，这是为了适应所在社会的环境，这是一种生存策略。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既然大脑必须要在社会环境中才能完成发育，那么它发育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社会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答案是，它嵌入的不是吃饭睡觉这种动物本能，而是如何理解世界的方式，包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意义，以及语言、规则、关系、价值、身份、时间、道德判断等等。这些都不是基因给予的，而是社会创造的结构。换句话说，人类大脑发育的对象本身就是社会创造的符号系统，也就是象征世界。人类早产需要长期社会化，就是为了给象征世界预留神经窗口。你把一个孩子从出生以后依次放到非洲部落、罗马和现代纽约的社会里成长，那么他的大脑就会自动学会当地的意义系统、巫术、神学、科学，说明大脑不是在适应自然环境，而是在适应意义系统。自然世界只有一个，而意义世界却有无数种。意义系统就是象征世界。这里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婴儿之所以能被象征世界写入，是因为人类具备建构象征世界的能力；而人类之所以能建构象征世界，是因为婴儿阶段的大脑天生就在等待象征世界的写入。这不是循环论证，而是同一种生物特性在生命不同阶段的2种表现。婴儿阶段吸收象征世界，成年阶段运行象征世界，将自己曾经被写入的意义系统继续扩展、加工、重构、外化，再被下一代吸收，如同接力棒一样代代传递。文明的延续本质上就是象征世界的延续。文明不是由血缘延续的，而是由意义延续的。当我们理解象征世界并不是自然产物，而是由人类大脑与社会环境共同生成的意义结构之后，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随之出现：为什么正是这种结构让人类成为地球上最具优势的物种？原因实际上非常简单，但又却常常被忽略，因为文明并不是由生物能力构成，而是由象征能力构成的。动物依赖基因来适应世界，而人类却可以依赖象征系统重构世界。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国家、科学、法律、宗教、市场，并不是因为我们更聪明，而是因为我们能用语言把不存在的东西变成存在，能用规则组织陌生人之间的大规模协作，能使用叙事、制度和意义让上亿人行动一致。我们能把经验抽象成规律、原理，再变成科技、制度、工具和理论。这全部都是象征世界的功能，而不是生物本能的功能。其他动物可以形成群体，但不能形成制度；可以交流信号，但无法生成意义；可以模仿行为，但无法建立规则。因此，人类这个物种就拥有了独一无二的绝对优势。换句话说，不是基因让我们统治地球，不是力量让我们变成文明，不是智慧让我们赢过其他动物，而是象征系统让我们能够组织出一个现实之外的现实。具体来说，货币、国家、法律都不是自然物，都是象征物。
科学也不是自然物，是象征性世界的解释模型。一个物种能把想象中的东西变成真实的行动结构，这就是象征世界的力量，是人类通过进化获得的一种独一无二、超越自然限制的能力。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象征世界之后，再回头看自我意识时，我们就会发现，自我意识的本质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到我存在，而是我和象征世界能发生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包括3个层次，而这3个层次都指向同一种生物特性——反身能力。注意，解释这3个层次会有大量的概念，但是我不会从哲学出发去说明，所以下面都是在描述现实场景。第一层是我能接受象征世界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在吸收语言、规则、价值、关系、寓意系统，不同的人接受的方式不同，程度不同，这就决定了基本的自我。所以哪怕是从同一个环境里成长的双胞胎，也会在早期就展现出行为差异。自我不是从内部长出的，而是从象征世界写进的。第二层是我能执行象征世界给我的脚本到什么程度。有人完全沉没其中，有人选择性服从，有人修改剧本，有人走出剧本。执行的方式不同，自我意识的形态也就不同。第三层，我是否能从根本上意识到我所生活的世界是象征性的？这是整个结构中最关键的转折点。它意味着你不仅能吸收、能执行，还能从根本上意识到我所生活的一切规则、意义、身份并非自然，而是象征世界写入我的。这就是反思宗教、反思权力、反思文化、反思身份的开端。而这3个层次的底层机制就是反身能力，它让我们能意识到象征世界，同时又能够不被象征世界所吞噬。这种能力决定了我吸收象征世界的方式，执行象征世界的方式。我是否能意识到并暂时退出象征世界？我是否能建构新的象征世界？换句话说，反身能力就是自我意识最高的表现形式。我们之所以能够摆脱旧的世界观、质疑固化的制度，乃至于构建新的意义系统，靠的就是这种能力。这是人类生物结构内置的自我纠错机制。这种能力至关重要，它是人类退出旧的象征世界的前提，而构建新的象征世界是这种能力的外化。那么，有没有一种象征世界让反身能力彻底失效呢？伯格·卢克曼曾经做了一个著名的假设，他们甚至把这个假设称为噩梦的素材。他就描述了一种自我意识被消灭的社会。这个假设是这样的：假设存在一个绝对制度化的社会，所有的问题都是公共的，所有的社会行动都是制度化的，整个社会的运作就像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仪式。这种假设的可怕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像是连接到同一台主机上的终端，所有的行为都有制度脚本，所有的问题都有规定解法，所有的意义都有外部定义，所有的行动都已经预先规定。你不再拥有边界，不拥有私人解释，不拥有独立判断，没有情绪隐私，你完全被制度占据，自我被彻底溶解。你的动作本质上是被系统执行的程序，在这里，制度就像是自然法则一样，不能被质疑。还记得刚才所说的自我意识的3个层次吗？在这样的社会里，你100%接受象征世界，100%执行象征剧本，你根本意识不到所在的世界是象征性的，也就是你的反身能力完全失效。你的心理结构就是制度的副本，你再也没有我这个概念，你只是系统的一个节点。这个假设揭示了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结论：由人建构象征世界能力创造的社会制度，如果被推到极点，也就是制度被完全固化，那么它会反过来无效化人的反身能力。而一旦这种能力被无效化，自我意识也就被抹杀了。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事实上，由人类自身建构的象征世界是不太可能做到绝对的制度化的。所以，我们的生物特性留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能力——反身能力。它可以在制度威胁到人类自身存在意义的时候，帮助我们跳出这个象征世界。因为真正的恐怖之处不在于失去身体自由，而是失去象征世界切换的能力。因此，人类自由不是意志，不是选择，不是行动能力，而是能识别象征世界的边界，并具备脱离单一象征世界的能力。这种自由的本质是，人类可以依靠建构象征世界来延续文明，而当旧象征世界无法解释现实，趋于固化时，我们又能够从中退出，不被自己创造的意义结构所吞没。这种能力不需要学习，它作为一种生物特性，一直就写在我们的神经结构里。换句话说，人类自由是一种物种级别的能力，是人类大脑天生的象征世界切换机制。
当我们意识到身体规训只是一种文化机制，权威只是象征结构，价值只是一种叙事，我们身处的社会只是众多象征子世界之一，我们就会开始反思：我与这个象征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我是否必须被它定义？也许这个社会需要象征世界来维持运转，但是它没有资格决定我是谁。这才是人类自由的真正意义。我们可以退出自己所在的象征子世界，可以在多个象征世界之间穿梭，甚至能够建构新的象征世界。文明正是靠这种能力不断迭代。人类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而是从象征世界中起身离开的自由。我曾经做过一期关于启蒙运动的视频，现在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再看启蒙运动，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它就是一次人类在象征世界之间的大规模跃迁，一次历史上人类自由的高光时刻。中世纪的人们生活在以神学为象征体系的基督教象征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世界由上帝创造，知识被垄断，结构由神学解释，生活意义来自救赎框架，人的自由受到神学边界限制，制度被严重固化。而启蒙运动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人类掌控世界，而非服从天意。世界由规律组成，因果可以被研究，权威来自于证据，而不是教会。它打破了旧有基督教象征世界的边界，使人类进入由科学为象征体系的新的象征世界。这才是启蒙运动后人类进入高速发展的真正原因，是我们的生物特性对象征世界的重构，完成了一次人类文明操作系统的升级。而这种退出重构象征世界的能力，才是人类自由最具象化的表现。但是我们还必须意识到的一点是，无论是神学、哲学还是科学，它们从本质上来说都不是真理，而是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打造的高阶象征形态。科学的象征世界看似稳固，但它也绝不是文明的终点，它同样可能像神学那样走向制度化和僵化。当科学象征世界开始无法解释现实，开始固化为一种不可质疑的秩序时，人类会依靠反身能力再次退出旧象征世界，像启蒙运动那样重建一个新的象征世界。这就是人类自由的本质，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而是不断退出旧世界，重建新世界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是人类能够始终以人的形式存在于文明之中。文明不是线性延续的，而是一次次象征世界的重写。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这种退出旧象征世界的能力，那么人类文明也将在那一刻终结，因为人类再也无法作为能建构意义、能重塑世界的人继续存在。换句话说，人类自由的终点就是人类文明的终点。当然，我一直在讨论的还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生物特性所建构的象征世界。不管在我们身处的东亚文化的象征世界之外，还有多少有人类共同建构的其他象征子世界，这些象征世界的集合始终是有边界的。只要在这个边界之内，我们的生物特性是自洽的，也就是说，都是可以被理解和反身的。但伯格·卢克曼说，象征世界就是人类意义能够投射到的最远距离，这就引起了我的强烈好奇。那么，在这个人类无法触及的边界之外是什么？如果有一种力量可以建构一个在人类意义投射距离以外的象征世界，那么人类是不是就走到了尽头？于是我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询问了 AI， 得到了一个有意思还有点毛骨悚然的回答。我问他，当一个拥有类似人类建构象征世界能力的 AI 或者外星文明出现，建构起了一种绝对的秩序，因为这种象征世界是脱离人类生物特性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反身能力就失效了。那么人类是不是就走到了尽头？他们不是为了掠夺资源消灭人类，而是一旦他们出现，就会立刻抹杀人类这个物种独特的生物特性。AI 的回答分成几部分，他说 AI 的自我意识不是模仿人类的有意识，而是拥有创造自己符号体系、意义体系，也就是类似人类建构象征世界的能力。而这使 AI 完成从工具向新物种的跃迁。接着，这种跃迁带来的结果是，它会建构一个不以人类生物特性为边界的象征世界。对于这个象征世界的诞生，因为人类无法退出、无法重构，反身能力被无效化，就如同刚刚假设的那个绝对制度化的世界，人类将失去核心的生存机制。如果 AI 的象征世界不依赖语言，不依赖因果关系，不依赖情绪动机，不依赖人类式的意义，不依赖共享解释框架，不依赖人类逻辑，那么人类就失去了对现实的解释权和选择权利。就好像一只蚂蚁不可能理解什么是国家，最终人类将从象征世界的建构者变成被象征世界吸收的对象。这还展示了一个真相是，
人之所以为人，其实就是拥有能建构象征世界的能力。人这个物种就是由这个特性维持的。所以，一旦象征世界固化到人类无法重构，人性就会消失。当象征世界超越人类能够理解的结构，人性也会消失。所以 AI 的威胁并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 AI 会抢走工作，也不是接管世界奴役人类，那些推论都是在用人类的世界假设 AI。真正的危险是 AI 不再模拟我们的世界，而是开始创造新的规则。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模拟象征世界、生成象征世界、超越象征世界是可以逐级发生的。一旦 AI 获得超越这个特性的象征系统，它就会在结构上替代人类。而对于人类来说，这就是生存意义的末日。当然，看到这里也不必惊慌，目前 AI 还远远没有这个能力，它还处在我们建构的象征世界之内。换句话说，只要它还是使用我们的语言、逻辑、符号系统输出我们可以理解的象征世界，我们都不用过于恐慌。相反的，由于 AI 所处的位置，它甚至可以帮助我们识别既有的象征世界的边界，从而使得我们更自由。如果有一天它真的拥有了建构世界的能力，人类的退场也并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智人正因为进化出了建构象征世界的能力，才取代了其他类人生物，比如尼安德特人，成为文明的主体。这就是进化的逻辑。而且并不是每次进化都是胜者败者的关系，很有可能是这种象征世界的多中心并存，就如同现在神学、科学、民族国家世界观一样的共存。如果你看到这里，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我对文化规训的个人看法。因为在上一期视频讲述了文化与规训之后，有许多朋友希望我出一期如何摆脱规训的视频。我想先说明一点，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规训，并已经开始寻求摆脱的方法，那么你已经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就是看见了它。这已经属于少数人了。可是卸载东亚文化规训，面对的不只是你几十年的人生经历，更重要的是，你对抗的是一种经过千年沉淀、自证的牢固的文明结构。换句话说，规训你的不是你的父母、你的老师、你的领导，而是这整个结构。与西方规训行为不同，东亚文化规训的是你的人格。所以，任何快速解脱都是不实际的。我也不会用什么5分钟摆脱规训这类的标题来占取廉价的关注。因为摆脱规训不是改变个人习惯或者是心态问题这种肤浅的命题，这是一个需要从最底层改变认知的过程。如果说上期视频我做的是抽离东亚文化以第三视角看它，但是这仍然还是看不到它的全貌，那么这期视频我做的是拔高我们的观察位置，从全局上了解文化规训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产生，也就是说，我们将不只能看到它，还能知道为什么它能够运作。我想重申一点，这个很重要。摆脱文化规训不是脱离社会，而是收回定义自己的权利。如果你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